我爸在外面养了多年的老三跑了，得了尿毒症的他带着2个野生崽子回来，道德绑架我们，不仅要求我给他配型治病，还得帮他养儿子，甚至大放厥词，让我妈拿出点东宫原配的豁达气度，无条件地接受他们3人。我妈气到心梗，被我拒绝后，她还振振有词：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机会来这世上？我劈头盖脸一顿乱打。你从清朝活到现在，还反哺，惦记我腰子，我补你奶奶个腿。乌鸦受得了，这鸟气我可受不了，赶紧带着你的野种给我麻溜的滚！我赶到医院时，只见我妈脸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仪器单调的滴滴声听得我心惊胆战。扭头就看见了在门外探头探脑的乔太和，没等我开口，他立马不自觉地将他身边2名少年护在了身后。江源，你妈这样和我无关，无关你会在这里。早上我出门时，我妈还好好的，现在医生就通知我她心梗了。乔太和，你是不是觉得日子过得太舒坦，非得找点事？还是说这些年我太拿你当人看了？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乔太和是我生物学上的父亲，从没养过我一天。当年我妈生我，知道是个女儿后，她立即卷了家里的财物跑路，和外面那个叫阿芳的3姐双宿双飞了好多年。这期间我妈哭过、闹过，也起诉过，前后4次开庭却都无果。乔太和一口咬死了他和我妈感情没破裂，所以不判离，他也不愿出1分抚养费。闹到最后，我妈疲了、倦了，也折腾不动了，说随便他，只要他不来找我们娘俩麻烦，这婚离不离其实区别不大。再后来，他又明目张胆地生下2个私生子，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。这些年他家外有家，过得极为滋润，我妈则带着我艰难度日。最难的时候，我妈曾带我去找她讨要过1次学费，被她提着扫帚打了出来。她满嘴污言秽语，骂我是赔钱货、贱皮子。我妈跪着求她，求她看在我是她的亲骨肉的份上，别不管不顾。她嗤之以鼻，说她自己有儿子，将来就算养老也轮不到我这个赔钱货操心，让我妈带着我赶紧滚。从那以后，我没再见过这个人，但这张嚣张且无耻的脸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我懒得和乔太和多费口舌，瞪了他一眼后，就忙出忙进地向医生询问我妈情况、后续治疗等事宜。忙完我才发现乔太和竟然没走，走廊上他亦步亦趋跟着我。江源，医生都说你妈没什么大事，不用太紧张，倒是爸爸这里有点事想和你商量，你看能不能坐下来谈？你是谁爸爸？别动不动就乱攀亲戚。我爸早死了。我没好气地斜了他一眼，乔太和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但不知道为啥，下一秒又硬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爸爸病了。哦，这里是医院，楼下挂号就能看病，你生病找医生，和我说了没用。再说了，我和你没关系，更不想助人为乐。我毫不留情的话，瞬时让乔太和再也绷不住他的慈父人设。他当即变脸，声音高了8度。他说他得了尿毒症，需要换肾，我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就有义务给他做配型，为他捐肾治病。还说如果配型成功，手术的钱也得我出，这些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定定地看了他半晌，之前我还不知道我妈为啥心梗，现在算是知道了。就这种狗听了都得摇头的话，正常人哪里受得了？乔太和，趁着天还没黑，赶紧带你的野种回去洗洗睡，好继续做你的白日大梦。人妖子这辈子你就别想了，
猪腰子外面菜市场多的是，只要你出钱，看上哪对挑哪对，别来我面前刷存在感。我看见你这张脸就想吐，我扭头想走，可没等乔太和有所反应，两个小兔崽子已经嗷的一声冲过来，对我拳打脚踢，嘴里还嗷嗷骂着各种脏话。我当然不会惯着他们，当着乔太和的面，我一脚一个把人给踹飞了。就在我准备继续大展身手时，忽然听到护士大声喊我，说我妈醒了。我连忙转身进了病房。我妈今年50不到，却被生活折磨得满脸沧桑。她颤巍巍地伸出手对我摇头，声音虚得厉害：圆圆，乔太和是出了名的赖子，别动手，不管他说啥，你听着就成。放心，我没动手。我当然知道乔太和是个无赖，不然我妈也不会这么多年离不了婚。可我这暴脾气，忍一时乳腺增生，退一步卵巢囊肿，我是真的半点忍不了，只能先善意地欺骗我妈一下。可等问清楚了她进医院之前的事后，我怒火又噌的一下窜腾了起来。乔太和一早就带着他的2个野生崽子找到我家，说他和那个叫苏怡芳的三姐闹了点别扭，现在要带他2个儿子搬回来住。反正我这几年赚了不少钱，理所应当要给他养老。又说他那2个兔崽子都聪明过人，只要我这个当姐姐的肯上心，他们的未来不可估量。最后还让我妈拿出点东宫原配的豁达气度来，别容不下人。她肯回来，我妈就该偷笑了。听到她要带着野种回来白吃白喝，我妈哪里肯答应。但乔太和甩出了他们的结婚证，说从今天起他们还就住在家里了。我妈不服可以报警，看警察会不会把他撵出去。我妈气不过才犯了病。说完这些，我妈泪水连连，都怪妈妈没用，没能和他离婚。现在拖累你，该怎么办呢？要不你先搬出去，起码眼不见心不烦，别让他霍霍你。我的家我凭什么搬？妈你就别管了，先安心治病，一切有我。我眼珠子一转，把我妈的手塞回了被窝，又各种安慰她，保证不会有事。随即联系上我在私立医院工作的闺蜜杨宁，请她安排病房，然后办理转院手续。我得先保证我妈不被打搅，安心休养，才能放手去和乔太和拉扯。办理转院时，乔太和一直跟着我，大声嚷嚷我打伤了他儿子，我得掏医药费，我全当狗费。最后实在烦不住了，我扭头瞪他：要么你现在报警告我打人，要么闭上你的臭嘴别喷粪。等办完我妈这事我和你协商。老渣男总算消停了，可我能和乔太和这个老登协商什么？先不提他和我妈的过往纠葛，他对我也没履行过一天父亲的职责和义务，法律上又确实规定不支持抚养和赡养对等。这就意味着，哪怕他弃养了我，我对他还是有赡养义务。可我真的不想给他掏半毛钱，正如他当初说的那样，他的钱哪怕拿去烧掉，都不会给我花1分。现在我一这样，何况他还垫着我的腰子。整个转院过程中，我想了又想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对付赖子的好办法。安排好我妈后，我反复叮嘱杨宁，除我之外，不许任何人探望。杨宁连连点头，说他们这里不比大医院，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。医疗上比不过，难道安全上还能比不过？见我还是愁眉不展，他笑了：担心啥？房子又没落你妈名下，就算你那个便宜爹不构成私闯民宅，难道2小兔崽子也构不成？日子嘛，风平浪静是过，心急火燎也是过，就看你想让他们过什么样的日子了。好姐妹，我瞬间被他点醒，幸好乔太和没辜负我的厚望。没等我回到家，手机上的门锁报警器就响了。
通过监控一看，哟呵，这父子三人还真在强行破门。默默等到大门破开后，我才毫不犹豫地报了警，然后跟我妈提前打好招呼。乔太和是和我妈有结婚证没错，但他和我不在一个户口本，更没有我的出生证明。只要我不认，他就证明不了他是我爸。这下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和警察解释。果不其然，我正心安理得地吃饭时，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我矢口否认认识监控中的人，并语气焦急地说我正准备赶回家，请他们先控制好非法入室的歹徒。足足1小时我才回到家。乔太和看见我，瞬时满脸焦急，看来没少吃苦头。怎么才回来？快和他们解释一下，我是你爸。我先是眼神迷离的前前后后围着他打量了几圈，随即才语气十分不确定地回复警察，说我确实有个不知踪迹的爸，但不能肯定是不是就是眼前的这个。警察懵了，让我好好说话。我这才把那些陈年旧事掰开揉碎了讲出来。老话说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后代都不抚养，那比畜生都不如。相信乔太和畜生不如的行为是众所公认的。在听完我的话后，警察连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当然，该查证的还是要查证。或许乔太和拿不出自证的东西，但现在网络这么方便，警察轻而易举就能查实他身份。等待时，乔太和还一直在对我骂骂咧咧，说今天我明明打了他2个儿子，现在竟然说翻脸就翻脸，半点都不念他的生育之恩。他骂我小畜生，我就回对他才是个老畜生，然后故意抹着眼泪辩解，就算你是我爸，但生我养我的都是我妈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20多年来你没养过我一天，现在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就撬门扭锁的，连吱都不吱一声，还带着这俩啥？哦，对，你儿子，可我妈只生了我一个。再说了，你脸上又没写着坏人2个字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？看模样你也不像好人，哪怕亲爹，在我没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进入我的房子，就是私闯民宅。我把房产证拿出来证明，这只是我的房子，和谁都没有关系。乔太和骂得更难听了，在被警察口头警告了好几遍后，他才收敛了些。警察问他，既然过去20几年都没管过我，为啥现在又上门来闹？他答的那叫一个理所当然。我病了呀，当然要找他给我配型换肾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他要挖我腰子。我假装大惊失色，满脸惊惧地往警察身边挤了挤。警察都被他搞无语了，教育他，如果在我不愿意的情况下，即便他是我爸，也不能强求我捐肾，硬来就是犯法。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多少，只是眼神闪躲地应着话。没一会儿，乔太和的身份确认了，但因为年代久远，只能证明他和我妈的婚姻存续关系，在没有亲子鉴定和出生证明的情况下，并不能说明我们的亲子关系。多有趣啊！以前有次办事时，我发愁证明不了我爸是我爸，现在同理，也轮到他发愁了。不过事情不能这样一直僵着，在我反复占够嘴上便宜后，还是给我妈打去了电话。按我之前交代的话，我妈坐实了乔太和的身份。可没等她高兴几秒，我妈又说出了后面的话。她说乔太和是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，是我的生父，这些我们都无法否认。但子女的房产是否就该有义务让老人住？这是道德和孝道层面的问题。何况乔太和还带着2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为了我的安全考虑，别说让乔太和住进来，就连我妈自己都要搬出去住。乔太和急眼了，他伸长脖子，口沫横飞地冲着手机嚷嚷，大骂我妈有病，骂我就是老白眼狼生的小白眼狼，
说他当初风光的时候都没和我妈离婚，现在不过落魄了一丢丢，我妈竟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他，还说这事是家务事，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住在这里。等我妈好了以后，必须得鞍前马后的伺候她。听他越说越放飞自我，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警察。很多时候，弱势群体更容易得到同情，比如现在的我。最终，经过反复拉扯和在警察的协调下，我们还是达成了一致。我不接受他和他2个儿子住进来，但看在他生重病的份上，暂时由我出钱给他们租个房子。乔太和虽然无赖，却也很有眼力劲，知道今天再闹下去，他根本占不到便宜，只能捏着鼻子同意了。在警察目送下，看着他们3人灰溜溜的来又灰溜溜的走，我几乎压不住嘴角。临别时，警察还安慰了我几句，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让我想开点，尽早把房子给他租了，也省得他天天上门来闹。我乖巧的点头，但实际上压根就没想过给乔太和花1毛钱。托自觉不管放在任何时候都适用，就如同当年我妈去找他要我的抚养费时，他从来都是等等再等等，借口手头暂时没钱，让我妈过几天再说。可是这过几天就过到了现在，眼瞅着他扔出的回旋镖终于要扎回他身上，我很是期待。接下来的7、8天，我都是大门一闭，白天公司医院两头跑，晚上直接住在了杨宁家，并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，主打眼不见心不烦，先拖他一段时间再说。可我低估了无赖的战斗力，更没想到乔太和会无耻成这样。物业给我打来电话时，我都吃了一惊。他们先是委婉地问我认不认识乔太和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才苦大仇深地告诉我对方现在就住在我家门口，说他弄了张行军床，吃喝拉撒都在楼道里，臭味熏天，弄得隔壁2邻苦不堪言，报警都报了好几次，根本没用。警察一来他就走，警察一走他又拎着床回来了，游击作战能力那叫一个强。最为关键的是他还弄了个喇叭，每天把病历本往床跟前一摊，定时定点在楼道里宣扬我的各种不孝，污言秽语，口吐莲花，谁敢阻拦他就疯狂骂谁。物业和我说这些时都快哭了，江小姐你快回来处理一下吧，就他那样的我们根本开展不了工作。楼上王大爷这几天一直在投诉，说他血压都直逼200，这要是弄出人命来，实在对不住，你们别急，我现在就回来。我连忙给物业道歉，马不停蹄地往回赶。此刻我终于理解了我妈在离婚这事上为啥会疲惫放弃，跟无赖拉扯让人绝望。在完全没有道德观念和底线的人面前，我们做什么都显得很无力。她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要道德绑架我，但如果我没道德呢？我前一秒还在想着是不是得卖房子带我妈离开，后一秒顺势顿悟，信心满满的杀了回去。果不其然，还没出电梯门，我就听到了一连串的污言秽语。乔太和骂得真心脏，见我终于出现，他骂的就更脏了。啪！我几步冲上前，抡圆胳膊甩了他一巴掌。是不是要同归于尽？看什么看？问你是不是不活了？行行行，正好我也不想活，我们一起死。一天没养过，我就想来我身上吸血。你好大的脸，反正我现在工作丢了，钱也没了，咱俩就痛痛快快上路，还能有个伴。不行，一家人得整整齐齐。待会儿你先走一步，我把你那2个崽子处理了就来。我边骂边疯狂扇他，神态癫狂，狂悖无道。乔太和懵了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拽住他的短发往楼道尽头用力地拖。那里有2扇用来采光的窗户，
呆愣了几秒，乔太和反应过来，立即拼命挣扎。别说他现在身患重病，就算健康，他未必会是我的对手。挣扎不脱的乔太和快被我吓疯了，连声音都在抖。江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你爹，赶紧放手！我是疯了，不都是你逼的？放心，这里是16楼，我保证你下去肯定吧唧一下就嘎了，都感觉不到痛。说这些话时，我面目狰狞，目露凶光，半点都不像是吓唬人。乔太和更慌了，他哪里见过这样的我？记忆中我们的寥寥几次见面，我都是一副低眉顺目的模样，何曾这般决绝疯癫过？是他忽视了。那个曾在他面前卑微到了尘埃里的孩子，早在不知不觉中长大，有了足够和他一拼的能力。就在我死命按住他脑袋往外压的时候，乔太和声音颤抖地求我：“江源，你先放开我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保证不会再纠缠你和你妈，只要你放手，现在我就走，行不行？你先把手放开呀！走什么？既然来了都别走，咱俩一起死。我不想死。”他终于绷不住哭出了声。看吧，果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只要我没道德，就没谁能道德绑架我。这场闹剧最终以物业和几个邻居赶来而结束，大家七手八脚地分开了我们。乔太和缩在墙角哭，我死死地瞪着他那张已经隐隐泛黑的脸，脑子却转得飞快。他和我的血缘关系根本改变不了，发癫也只是暂时之计。只要他铁了心赖上我，这样的事以后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。我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沉思之际，那边乔太和却已经哭出了新高度，对着吃瓜群众，他咚咚咚就是一阵乱磕头，说他生我一场没别的要求，现在命悬一线，只求我去做个配型，难道就过分了？乌鸦还知道反哺，我怎么会连畜生都不如？要不是无处可去，他能求到我头上，偏偏我连之前答应下来的租房都不给他租。他也是被逼到走投无路了才来这里蹲我，不是故意要惹人嫌。但谁家没有老人？换位思考，如果在场众人遇上这样的事，又会怎么做？一时间不知真相的邻居们都对我指指点点，我气笑了。老渣男短短几句话，硬是颠倒了黑白不说，还反手就把错误盖在我头上。被他误导了的众人纷纷开口劝我，让我把该尽的赡养义务尽了。难道将来我就不会老？总不能看老人生病就把他扫地出门。要不是走投无路，谁愿意住在过道上？听着讨伐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反手开了直播。没错，我是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美食主播。与其将来每次都去和人解释，不如一次就绝了乔太和绑架我的心。眼看直播间涌进来了越来越多的粉丝，我未曾开语泪先流，先和粉丝们说了句对不起，才说这可能会是我最后一场直播。随即当着物业和邻居们的面把那些过往说了出来。我讨厌暴露自己的隐私，现在却不得不这么做。今天邻居们的反应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如果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回头我可能要面对的就不是几个人的指责，当然不是谁故事讲得好谁就有理。我连线了还没出院的我妈，她手里有着这些年她收集到的证据、图片、录音，甚至还有视频。这些东西或许没能帮她离婚，但足以把乔太和垂死在渣男的耻辱柱上，也能让大家睁大眼睛，不再被人误导。整个直播过程中，乔太和都在骂骂咧咧，但随着讨论风向一面倒，他声音变得越来越小。关直播时，物业和邻居已经三三两两的散了，留给他的只有2个字：活该。
我收起手机，走向目瞪口呆的乔太和，没想到他竟一跃而起，风一般的跑了，连床都没拿。看着他背影，我笑出了声。乔太和或许不知道这场直播意味着什么，我却很清楚。别说惦念我腰子，恐怕他连那2个还置身事外的兔崽子都保不住了。不出意外，就在我妈准备出院的前夕，上了热搜的乔太和果然被网暴了。网暴对他或许没什么影响，但对他那2个私生子和跑了的老三姐可就不一样了。他们的信息很快被人扒了出来，风口浪尖上，为了避免波及，学校建议他们先休学回家，等风头过了再复学。可我知道他们回不去了。当初乔太和有钱，才会重金供他们上私立学校。可现在乔太和哪儿还有钱？钱都被他们那个水性杨花的三姐妈给卷走了。我妈看着网上这些信息，连连摇头。你说他到底图什么？就算没有你，他不还有2个儿子可以配行救命？非得闹成现在这样，那俩他不得留着继承皇位吗？怎么可能舍得动？啥时候把那件事告诉他？我妈征询我意见，想了想，我让他再等等。眼下最为着急的是，还是得再次起诉离婚，对付这种无赖，借势而为才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临别时，杨宁夸我是他见过最能隐忍也最敢赌的人，不仅赌上了我的100万大号，连我妈的身体我都搭进来搏这一场。我朝他挤了挤眼睛。你以为心梗能办点屁事没有？我妈比我还能演，这种破烂日子她早过够了，不过是等个机会，不然她怎么会故意透消息给乔太和说我是大主播，还赚了那么多钱，不就是为引蛇出洞啊？杨宁瞳孔猛震，我轻笑，没把彩蛋的事告诉他。有些事就像电视连续剧，总得慢慢看才有味道。没多久，乔太和收到了传票。我妈在提出离婚的同时，还要求追讨婚姻存续期间她花在苏一方身上的钱。这种夫妻共同财产，我妈追讨的有理有据。我原以为乔太和会勃然大怒，但他竟然长了脑子，不仅没找我们麻烦，还附和了我妈的口径。只要找到苏一方，就意味着他的钱还有希望拿回。哪怕只是一半，也比现在要强。他还等着钱救命呢。可世上哪有这么顺心如意的事？在众多网友的帮助下，苏一方找是找到了，但他比乔太和还穷。别问，问就是他的钱也被人给卷了。当初为了那个拥有8块腹肌的小白脸，苏一方抛弃了乔太和，连他2个儿子都没要。现在也算是绿人者人恒绿之，小白脸不知踪迹，苏一方只能跪在乔太和面前，声泪俱下的忏悔，求这个相伴多年的男人能给他怜悯。可他再想屁吃，但凡乔太和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就不会抛弃妻女那么多年。他的悔过换来的不过是家暴，失而复得的老三姐被乔太和看得很紧。哪怕只是一家4口挤在城中村的出租房，乔太和也对他寸步不离。眼下房子没了，钱也没了，偏偏乔太和还患有尿毒症，仅每个星期的2次高额透析费用，就能让早断缴了医保的他入不敷出。我妈又对经济索赔半点不松口。而且我们已经商量好，只要判决下来，就申请强制执行。没钱没关系，大不了三姐上失信人名单，反正影响不了我半点。我们这边逼得越紧，乔太和就越急。万般无奈下，他只能再次找上我。这次不同以往，乔太和姿态放得低到不能再低，比我们当初去求他时还要卑微几分。当我们面他，不仅狠狠扇了2个兔崽子，训斥他们对我没大没小，还跪在地上狂扇自己，癫狂的架势不亚于当初我要和他同归于尽时。
他说只要我愿意出钱并配刑，他立马就把苏一方撵走，并发誓不再管他这俩儿子。两崽子嗷嗷干号，也不能让他心软半点。这个自私自利的男人，在这刻把人性演绎到了极致。哪怕他淌着眼泪追悔他这些年的不作为，说他对不起我和我妈，我还是无动于衷。见状，俩崽子就哭得更惨了，活似死了亲爹一样。但我不是圣母，对他们生不出半点同情心。既然享受了乔太和带给他们的利益便利，自然就该承受现在的付出。再不济，就怪他们有个不三不四的妈，才会让他们沦落至今。见我死活不松口，多年高高在上的乔太和又无能狂怒起来，完全忘了是他在求我。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，要没我，你能有机会来这世上？你从清朝活到现在，还反哺，惦记我腰子，我补你奶奶个腿。乌鸦受得了这鸟气，我可受不了，赶紧带着你的野种给我麻溜的滚！我提起门后的扫帚砸了过去，又不解恨地对他劈头盖脸一顿乱打，把这些年的憋屈都发泄了出来。我恨他生而不养，恨他重男轻女，更恨他明明已经心不在这个家，却非拖着我妈不离婚。我永远都记得他那句话，这辈子就算是拖他，也要拖死我妈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妈，宁愿自损1000去杀敌800。直到前几天，我妈才告诉了我原因，说她不知道从哪儿听到，我外公外婆给我妈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。为了这笔莫须有的财产，他宁愿数十年如一载的熬着，也不愿放过彼此。果然欲望最能迷人眼，何况是他这样一个本来就心黑的无赖。直到我妈出来拉开我，乔太和才算逃离了我的毒打。他不敢和我再叫板，眼底却满是怨毒。我压低声音附在他耳边，别说你不知道，我的直播号已经停了，因为你我丢了经济来源。你觉得我还会给你什么？乔太和，你又不止我一个孩子，干嘛非得盯着我薅？这样吧，如果你找到合适的肾源，我可以考虑出手术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我倒要看看，在命和他2个宝贝儿子之间，他到底选择什么。乔太和当然听得懂我的暗示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他最终还是铤而走险了。杨宁打来电话时，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。好在你提醒我关注那几家医院，乔太和真押着他儿子去了。配型人家当然没给配，却上演了好大一出戏。听说他和老三姐都是 A 型血，2个小崽子却是 B 型。也就是说，乔太和这些年都是在帮别人养儿子。不稀奇，苏一方本来就是惯三。我还听说警察去的时候，乔太和还在狡辩他没让孩子配型，可那俩小兔崽子当场就指认了他，说他们都是被逼的，要是不去乔太和，就会打死老三姐。他们还哭着求警察解救。听完乔太和的八卦，我挂上电话，笑得波澜不惊。他以为熬死我妈，那些所谓的财产就能落在他和他儿子手里，但现在他只是个接盘侠，令人心情很舒畅。也不枉我每次都骂那俩是野生崽子，而且2人没到岁数，别说他们不自愿，就算自愿捐赠乔太和也得进去。可惜他身患重病，未必能在里面待多久。乔太和进去的事，并不影响他和我妈的离婚案件开庭。不知道是网上的热度太高，还是这次的证据终于有了作用。法官当场判离，拿着好不容易到手的判决书，我妈泪如雨下。她终于摆脱了那块粘人的狗皮膏药，迎来了新生曙光。隔日，我妈就催我着手卖房。她说乔太和一定会想办法保外就医，一旦他回过未来，肯定要找我们麻烦。
远走高飞才最为保险。看着我妈许久未曾展露过的笑颜，我乖巧的点头。我妈又追问我直播账号的事，我安慰她，黑红也是红，何况我又不黑，再等等吧。等过一段时间，网上的呼声再高点，我就择个合适的机会复出。其实你不用工作，妈妈也能养活你。我知道，我笑着拍了拍我妈的手。事情从来都不会空穴来风。乔太和能卯足劲和我妈熬那么多年，就说明巨额遗产是有可能存在的。但这些年老渣男既要又要，一边贪恋外面三姐的风情，还一边惦着我妈传闻中的财产。可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我妈能下血本演这一出，她本身就不傻，只是没有应对无赖更好的办法。为了不在乔太和面前露出半点端倪，寒了心的他才会带着我过了那些年苦日子，宁愿吃苦也不愿便宜渣男。他说他对不起我，让我白白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我抱着他摇头，这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的妈妈20多年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，又含辛茹苦地养大了我。几年前我却不幸患上尿毒症，同样是他毫不犹豫地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没错，在我身体里的是我妈的肾脏，她用她的爱延续了我的生命。从头到尾我都不具备配型的条件，但我没必要告诉乔太和。一个人只有在看见光明了以后，才会对黑暗深恶痛绝。给乔太和希望，再让他的希望破灭在眼前，就如同我们早就知道了那2个儿子都不是他的一样。我和我妈相视而笑，又相拥而泣。几天后，房子顺利出手，我们也如愿去了千里之外的小城。在那里，我们买了个带大花园的2手独栋别墅，房子装修得很好，养护得也很好。请人打扫完卫生后，我们娘儿俩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，把户口和医保也一并迁了过去，换了手机卡，还请了保姆阿姨，日子过得温馨而宁静。因为给我捐肾，这几年我妈身体其实并不好，要不当初她住院时，我也不会那么紧张。日子走得悄然无声而又飞快，在我们每天研究美食、养花种草、喝茶散步中一晃3个月就过去了。杨宁又打来了电话，他说果不其然，乔太和保外就医了，还到处打听我们母女的下落。可我们既然存了要躲的决心，又哪里是他这么轻易能找到的？他找不到，我们就找上了还在那座城市里的苏怡芳。彼时老三姐刚找到新的金主爸爸，即将迎接他人生的第2次泼天富贵。乔太和亲手终结了这一切，他和他的2个儿子都没能逃过这一劫。血案发生后，乔太和被第一时间抓捕归案，他甚至没来得及参与我的复出直播。乔太和一口咬死了他和我妈感情没破裂，所以不判离。我看了我妈半晌，你就非得去刺激她这一下不可。那是我妈眼底全是坚毅，见她这样，我只能陪她又走了这一趟，因为不想看见那张晦气的脸。最终见面我还是没进去，只在屋子外面等她。也不知道我妈和那老无赖说了什么，没一会儿我就听到乔太和恍如杀猪一样的喊叫传了出来，撕心裂肺还充满了绝望。等我妈出来后，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光彩，她对我展颜而笑：圆圆，这次妈妈总算解恨了。解恨就好，既然彻底放下了，那咱们就按之前说好的，把祖国这大好河山都走一遍。那当然。我妈笑嘻嘻地挽上了我的手肘，阳光洒落，光影斑驳，我们母女的身影被拉长，又互相交织在一起，恍如我们这密不可分的命运。乔太和恐怕永远不懂，乌鸦反哺那是有先决条件的，你不养我小，我何以养你老？不是我不反哺，
而是只认定了那个生我养我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妯娌进门第2天就要分家，6间房，每家3间，猪、鸭、鸡都是对半分。最难分的是公婆的养老。公公性子刚烈，不好相与，但是他能下矿干活，挣钱不少。婆婆一辈子都在围着锅台转，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但是换不来白花花的票子。妯娌经过一番思量，选了能赚钱的公公。谁知道分家没多久，公公就患了肺病，不停地咳嗽，还爱折腾人。妯娌已经被公公折腾得眼窝深陷，颓废得不像样子。他来跟我商量，要把2个老人换过来。我当然不会同意。他按着我的脑袋，把我溺毙在院子的水缸里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妯娌要分家的那日。他抢着说要赡养婆婆，我笑了。他是有多喜欢刷锅水炖烂白菜的味道？隔壁伴随着公公的咳嗽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应该说是小叔子单方面的嘶吼，还不是你要养他的？要是选咱妈，现在盖楼的就是我们。随着一声清脆的巴掌声，一切归于平静。没一会儿，王献之就气势汹汹地踢开了我家的门，他的脸上有一道清晰的巴掌印，鼓得老高。嫂子，我想过了，咱爹妈还是换过来吧。我手里正拖着一根水管子浇灌刚磨好的水泥地。你做梦呢吧？王献之气不过，将我活活溺毙在水缸里。他怕坐牢，自己也一头扎了进去。我们养婆婆，我们养婆婆。睁开眼，大衣柜上的喜字红得刺眼。公社书记吸着旱烟看着我，一脸思量。这一幕好生熟悉。建华媳妇说要赡养你婆婆。建成媳妇，你什么意思？公公婆婆坐在门槛上，一边一个，沉默不语，就像大集上被挑来剪去的2匹布。我记起来了，这不就是王献之进门第2天就闹着分家的日子吗？嫂子，咱爹好歹还能干活，我们吃点亏就养婆婆吧。上辈子他可不是这么选的。当时他就明确地表示，我刚进门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能赡养好老人呢？这不明摆着，他谁都不想养。书记是个明事理的，父母对子女有帮扶教育的责任，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照顾的义务。要是你这种想法，这个家先不分吧。经过思量，他选择了公公。嫂子，咱爹在家除了吃饭，油瓶子都不会扶一下，我就吃点亏，养咱爹吧。公公在家确实不干活，但是他每天下矿能赚钱，相比之下，家里这点活算得了什么呢？当时我没有说话，为了这个大家族的和谐，吃点亏就吃点亏吧。现在他却反过来要赡养婆婆，所以王献之你也重生了吗？比我先坐不住的是小叔子，想来是王献之的选择和他们昨晚商量的结果不一样吧。献之，王献之附在他的耳朵上说了好一会儿。小叔子眼里先是疑惑，后是震惊，最后目光凝重。你确定？王献之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公社书记吸了口旱烟，吐出一个烟圈，对王献之的举动很是赞美。原以为刚结婚就闹分家，是个挑事儿的，没想到却把能赚钱的公公给了兄弟。如此看来，还是个深明大义的老大哥。你以后有福气了。公公吸着烟卷陪着笑，不知道内心到底作何感想。公婆的事就这么决定了。王献之以婆婆没有劳动力为由，想要2头猪都自己养着。我当然不会同意。弟妹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也得说道说道。我结婚的时候是小半厨，你结婚是大衣柜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公婆给了我20块，你结婚举全家之力给了你60块，这是不是我们都得找不？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计较过这些事，在我看来，一时一兴，
我们结婚中间隔了10年，怎么能平等呢？可是我也不能让王献之拿我当傻子算计。王献之一时语塞。公社书记说，都是为了父母，不能太计较。公公沉默地抽着旱烟。可怜这个老头，原以为2个儿子都娶上媳妇，该享受天伦之乐了，没想到却是这般境地。人老了就会变得柔软。这要是放10年前，我进门的时候要求分家，他一定会把2个儿子都轰出去。中间隔了10年，他得努力缩小自己的存在感，生怕造成2个儿子的局语。叔，不是我计较，人家都算计到我头上了，我总不能连句话都不能说了吧？院子中间垒了一道土坯墙，家就这么一分为2，我居左，他居右，和原计划一样，家处对半，各自房里的东西算各自的。分家的第一件事，我就让公公把矿上的活辞了。王献之速度更快，他已经把上辈子我养猪的小院子买下来了。我带着公公从县城回来的时候，婆婆顶着烈日在帮忙除草，还得把4周的院墙补一补。王献之掐着腰在一旁负责拍马屁，以此来提高婆婆的干活效率。妈，还是你仔细，要不我干活你总是看不中呢。婆婆抹了把额头的汗，镰刀挥舞得更快了。婆婆这个人干活是不孬，她喜欢指挥所有人，按照她的方法来做事，做不好，她就会亲自上手，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完成自我感动。所以现在宋建华的口头禅是“妈做得更好”。公公和婆婆遥遥相望，想说什么，终是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有说。嫂子，这是干什么去了？没打算理他。我转身就要走，王献之没打算放过我，他得意洋洋地表示：“别呀，嫂子，咱妈养了这么多年猪，经验可多。我打算用这个小院子来养猪，你说行不行？所以。”你是以为我能养猪发达是依靠婆婆的经验？行呀，到时候你就是全村最富的。没有什么实际用途，又能让人开心的话，为什么不说呢？王献之开心归开心，也没有昏了头，居然还知道试探我。你不考虑养猪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会让咱妈帮我吗？王献之打着哈哈阻止我。嫂子，分家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分家也有很多种的，有的是爹妈轮着住，有的是儿子轮着送口粮。这种分家兄弟之间还算是和睦，像王献之这样决绝的要把公婆分开的，就算彻底断了血脉亲情，绝了往来。所以上辈子公公病成那样，宋建成也没有话语权，这辈子也不能光指望宋建成搬砖过日子。只是满身的猪屎味我也受够了。我和公公商量，想要租个小院养鸭子，这不是盲目选择，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公公对我的想法很是支持，还说村外头那2间房是他一个老伙计的，跟着儿子进了城，走的时候把钥匙给了他。我们先去那里宽敞，可是离家太远，来回走也不方便。公公说不行，他就住那更不行了。您都这个年纪了，一个人去给我们养鸭，那不让人戳我们几两骨吗？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知道你们对我好就行。有时候我们就是太过在意别人的想法。大喜抱着公公大腿说：“爷爷，我放学去跟你作伴。”好，好。为了把那里打扫出来，我和公公来回奔波。宋建成还是该干活，家里有公公帮忙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等赚了钱，我们就扩大规模，到时候你再回来帮忙。公公干劲十足，美书的计划好，再不济还有个赚钱的。王献之抓回了10只猪仔。其实养猪那个小院对王献之来说并不是很合适，因为来回走都要经过我家大门口。嫂子，
我以为你有多孝顺呢，还不是拉着公爹给你干活。此时的王献之明显不如之前丰腴了，那能一样吗？我干活，美叔也没闲着。你婆婆给你干活的时候，你在掐腰站着，建华在家听曲。原来那天不止我听见了收音机里的戏曲，婆婆听见声音，从家里出来了，不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吗？别计较了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妈，我们回家。这日头毒的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和上一世一样。他先去了王献之的院子，不出意外的被轰了出来。去，哪里来的臭叫花子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婆婆很是纠结，思前想后，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。王献之嫌弃她是叫花子，可以理解，可这是婆婆的亲侄子，都不舍得管她一顿饭。在这个大家都不识字的年代，她已经是大学生了，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，在大学里脑子就慢慢糊涂起来。学校让家里人去商量一下怎么办，爹妈什么都不懂，还惦记家里的鸡鸭鹅，匆匆把人领了回来。王书万也不是一直糊涂，对自己大学的专业倒是头头是道。上辈子是我顶着婆婆反对的目光，给她炒了俩菜，宋建成还陪她喝了2杯，也是他跟我们分析养殖的利弊，以及各种家禽的优缺点。宋建成追着问他：“那依你的意思，养什么风险最小，赚钱最多？这地儿都是我的，我都占好了，谁都不能抢。”又迷糊了。是我和宋建成思虑再三，选择了养猪。这辈子陪他喝酒的还有公公。想你才6岁就能跟着大人下象棋，原以为你能飞出这个穷村子，没想到却落到这么个下场。姑父，人各有命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至少我的爹妈还有儿子，这话在理。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。而且我还怀疑他也重生了，因为他说鸡生蛋，蛋生鸡，生生不息，这和我的打算不谋而合。王献之倚在我家大门口，望着炒青菜和一盘腊肉，眼里闪过一丝嫉妒。哟，你家这是富得流油了，连臭乞丐都管饭了。弟妹，我们分家了，我要管谁的饭都可以。婆婆也很是不理解，过日子哪能这么造呀？我也想请您进门吃点，可是我们分家了，不知弟妹同不同意？王献之当然不会吃我家的饭，他可是憋着一口气，一定要过得比我好。不就一碗破肉吗？谁稀罕？不由分说地拉着婆婆走了。公公望着婆婆的身影，怅然若失。他们这个年纪说爱有点不合时宜，说没有感情也不可能。毕竟在一起过了这么些年，公公对婆婆有点复杂。婆婆跟他的时候就支了一个帐篷算作家，后来公公不分日夜地下矿，不说大富大贵，好过很多人了。可是婆婆依然奉行穷时候的节俭，恨不得喝凉水就能吃饱干活。公公念及婆婆白不自咧地跟了她，也从来没有反驳过她。可是清汤寡水的日子，加上婆婆的跋扈，她也是有苦难言。王献之为了彰显自己孝顺大方的美名，事事都依着婆婆。婆婆为了不负王献之的信任，将节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炒菜的刷锅水里面会有油星，留着下顿炒菜已经是基本操作。玉米到了收获的季节，玉米粒磨下来，剩下的玉米芯正经人家都用来烧火了。婆婆给他们多安排了一道使命，放在厕所拉定，再用来烧饭。王献之再恶心也得忍着，她还等着婆婆的养猪技术盖小楼呢。幸亏上辈子我没有经历过这个，不然不等猪出栏，我得先出。和上一世养猪一样，我们的鸭场一开始没有很大的规模，我把手里的钱清点了一下，买了40只鸭子。
公公每天去地里收割各种鸭子喜欢的草类，我和公公换着班地照顾，很快就有下蛋的了。王献之家的猪挺有福气的，居然吃上了白花花的面条，都是婆婆不在家的时候，不用动脑子就能猜透其中的原理。婆婆节俭、清汤寡水的日子，她俩忍不了，就趁婆婆不在家的时候，偷偷做点好吃的。吃不完怎么办？喂猪吧，既能瞒住婆婆，又能让猪长膘，一举两得。只是这猪还没享几次福，一场大雨下来，10只猪仔全完了。隔壁大婶告诉我，你小叔子生大气了，好像打老婆了。这跟他老婆没关系吧？谁说不是呢？是你婆婆为了省钱拦着不让猪打疫苗的，不过也说得过去。总不能把自己妈打一顿吧？这太像我婆婆干的事了。上辈子为了让猪打上疫苗，我嘴巴磨起2大包，挺同情王献之的。这不就是无妄之灾吗？这也像是宋建华会干的事，责任推给别人，自己啥都不干就没有错。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宋建华失望的呢？我进门的时候他10岁，像根还没发育的豆芽菜，脱了衣服躺那里，恨不得当搓衣板用。婆婆一辈子节俭，你可以不干活，但是一定不能多吃饭。我心疼她，做饭的时候热一勺油，再煎2鸡蛋给她。有时候悄悄搓个面团，用玉米皮包起来放进灶里，小火烧熟。后来有了大喜，她也长大了，不好好干活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满嘴的歪理。我才对他颇有微词，但是我扪心自问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，至少我的儿子没有开过小灶，包括他结婚的被子、水壶、脸盆，哪一样不是我出头买的？谁知道他一结婚就背刺我们分家，说不寒心是假的。宋建华以为猪仔完了是王献之决策性的错误，他从来不检讨自己有没有对猪仔上过心。王献之对于养猪发家的事寄予厚望，宋建华早就把工地的活辞了。公公颇有微词，可是已经分家，谁也不好多说什么。现在10只猪仔全完了，对王献之应该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光是猪仔和买小院的钱就已经让他负债累累了。上辈子我就在自家院子里养大了2只老母猪，下了崽，出了第1批猪仔，买下了隔壁的小院子。后来我的猪仔一窝一窝的出栏，我们才拆掉原来的老房子，从地基到垒墙，再到刮腻子，我们的小楼才一步步成型。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怎么能投那么大的本钱呢？远远看过王献之一眼，不太有精神的样子。鸭蛋在村里是卖不动的，几乎家家都散养几只鸡鸭，自己家吃是足够的。我早就打算好了，进城卖鸭蛋，就是路途有点远，得早早起来进城。我知道城里鸭蛋好卖，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好卖。我一放下扁担，就被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大爷询问，是不是家养的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是散养的。没有吃过饲料的。老大爷要全包了，一下子围上来好几个大妈。好东西你可不能独吞，咱们呀得分1分。最后他们每人分了15个，而且价钱是村里的3倍。他们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来，我跟他们约定5天以后。我算了算日子，差不多5天就能攒下小200个蛋，值得跑一趟了。回家的时候，我给公公买了2盒烟卷，又买了1斤猪头肉。大家都开荤，大喜守着猪头肉，一遍遍地问我，爷爷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宋建成提议，你要是馋得不行，就先来一口。大喜擦了擦口水拒绝，我不，我得等着爷爷。有时候我也很疑惑，一个人的秉性到底是遗传关系更大，还是后天教育关系更大？我给宋建华开了那么多小灶，
可从来没有见过他要等等谁。得了得了，你去外面看看去。正说着，公公从外面进来，脸色不好看。这是怎么了？公公勉强地笑了笑，没事没事，刚刚碰见你妈，说了几句。想必王献之死了那么多猪，婆婆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吧？我给奶奶送猪头肉，我有点犹豫，不是心疼这口吃的，我们已经分家，关系有点尴尬。我在心疼婆婆，也不能坏了这个村子这么多年的规矩。没想到被公公抢先一步拦下来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王献之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又抓回来2头老母猪，只是不知道钱从哪来的。他看着公公每天为我们忙前忙后的，很是生气。别得意，以后有你受的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露底的好。你指的是什么？王献之露出得意的表情。还是带你公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按照上辈子的时间点，已经到了公公患病的日子。王献之一定也有疑虑，为什么公公还没有发病？在他的认知里，应该没有不患病这种可能。他不知道，分家的第2天，就是婆婆给他打理小院的那天，我们就已经去过医院了。问题不大，至少没有发展到上辈子不可转还的地步，做好保养就行。我总觉得一个人情感上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。我的亲弟弟骂我赔钱货的时候，我的爹妈无动于衷，是公公握紧拳头吓跑了那一家人。美叔在你们家的时候我管不了，现在是我家儿媳妇，谁都别想欺负她。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觉被人像一座大山一样的保护。有一回，婆婆少了5毛钱，她怀疑是我拿的。怎么你没进门的时候，家里从来没有少过钱？我百口莫辩。那你就让美叔把钱，看看到底能不能少。这些温暖都是让我对公公好的理由。上辈子公公有点咳嗽，慢慢的就不能干活了。甚至是没日没夜的咳，用了好多偏方都不见效果。后来是公社书记强迫宋建华带着公公去了医院，结果是常年矿下干活攒下的肺病，没有特效药，只能好好保养。从那以后，公公见天地折腾，今天要吃肉，明天要吃饺子，怪谁？还不是他们2口子做得太过。公公下矿干活，他俩做了细粮提前吃，给干活的老爹留粗粮。老人家不是为了这一口吃的，隐忍不发。可是天长日久下来，谁能不寒心？更何况里面还有自己亲生儿子的手笔。公公不能干活以后，王献之更是变本加厉，恨不得不让他吃东西。公公这个人是有点强硬，南湘语，他是遇硬则硬，遇软则软。可是公公不是生性软弱，他是为了这个家的表面和谐选择了软弱，所以才会在自己不能干活以后大爆发，要这个要那个。王献之稍有不从，他就去公社告他。王献之不在乎，可是他娘家弟弟在公社学会计，他敢影响弟弟的名声，他妈第一个跳脚。他一直以为是公公有病以后性情大变，变着法的折腾他们2口子，噩梦般的生活一直让他心有余悸，所以他一直在期待公公赶紧患病，就可以来折腾我们了。他不知道他的噩梦只是他的，是吗？那就走着瞧。每隔5天我就进一趟城，我的鸭场已经发展到300只鸭子了。到后来我也不进城了，他们城里人亲自开着小汽车来我这取鸭蛋，雇了2个大妈帮忙捡鸭蛋，这样我和公公就能松快一点。宋建成还想把鸭场扩一扩，我没有同意。眼下我们的生活已经算是富裕了，人呀，不能太贪心，超出认知以外的钱财，就会生出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王献之的母猪终于怀孕了，她迫不及待地跑来跟我炫耀：
嫂子，我的母猪怀孕了，都快2月了。王献之笑得耳朵都拦不住嘴角了。不知道她自己怀孕会不会这么开心，我勉强地扯了扯嘴角。恭喜啊！你说，我除了猪仔是先买个金戒指，还是先盖小楼？可以2件事都办了呀。有钱这2件事不冲突，如此明显的拍马屁，却很容易取悦了王献之。他居然假惺惺关心我们的鸭场。你的鸭场怎么样了？到时候我们一起盖小楼。还行，不过盖楼的能力还没有。嫂子，要我说你就别瞎忙了，一个蛋才几分钱，这什么时候能富裕呀？鸭蛋是比不得猪仔值钱，但是到手的每一分钱都是实打实的。一个猪仔几十块，但是不到生下来，你都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赚钱。像王献之就是对未知的风险过于自信，是比不得你养猪，一个猪仔几十块呢。看着王献之得意的背影，我发自内心的想告诉他，得意的笑吧，因为笑不了几天了。隔着栅栏门，我看过他的老母猪。如果王献之说的2月是真的，那根据我上一世的经验，肚子里顶多2崽，不能再多了。王献之好容易伺候到母猪下崽，千辛万苦下来一个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养猪仔就得让它长膘，体重的上去才能多卖钱；养老母猪就得让它多下崽，一窝下个7、8、90个才能赚钱。这一窝下一个还不够猪自己吃食钱呢。我很少见到王献之，为了方便，我们都住到了养鸭那里。宋建成提议把老房子翻新一下，算了吧，我重新选块地方，让它宽宽敞敞的。公公也很赞同。我回家拿被子的时候，看见王献之站在养猪的院子里沉思。弟妹，想什么呢？王献之转过头来，我都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眼窝深陷的女人是以前那个趾高气扬的王献之。相由心生，心里不高兴，模样怎么会好看呢？不就养了几只破鸭子吗？得意什么？我抬起右手往后别了一下耳边的碎发。对，没什么好得意的。王献之眼里喷出极度的火焰，因为我的手指上多了一个亮眼的金戒指。王献之最近很糟心，老母猪继续养着却不怀孕，卖了的话，老母猪又不值钱。2个人频繁的争吵。宋建华说的最多的就是，当初要不是你非要养我妈，现在有个大鸭场的就是你。公公也听到过，他低着头没有说话。婆婆的日子更糟心了，更多的时候，她宁肯待在猪圈里，都不会回家。宋建成看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什么意思。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。王献经常质问婆婆，你到底会不会养猪？婆婆太想证明自己了，每次都要解释一番，车轱辘话来回说。王献之也不爱听。那为什么上辈子你会给刘美淑盖上小楼，到我这就不行了？婆婆不可思议。献之，什么上辈子？你糊涂了。王献之沉默了。重生的事情太过匪夷所思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？宋建成把责任都归咎于王献之，怪他当初选择错误。王献之只能把邪火发在婆婆身上。你是不是瞧不上我，故意把猪养死的？当初婆婆是不太同意王献之嫁过来，他爹实在是太有名了，整个一魂不吝，天地良心。父母再不同意，也希望小2口好好过日子。婆婆怎么会故意把猪养死？献之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可是上辈子你明明帮刘美淑出了一圈又一圈的猪仔，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？村里有点消息，散播速度比电报还要快，村里人都在传宋建华娶的老婆是个疯子，总说上辈子的事，更有甚者，说王献之有了天眼，能看事，只有我知道，他没有疯，他说的也都是真的。
可是那又怎样呢？宋建华家里来要债的跟过年似的。我也知道了，王献之当初哪里来的钱抓了猪仔，又买了老母猪。他回娘家借人家100说出猪还150，这等好事自有人上钩。现在别说150，100都难。宋建华酒后又一次殴打了王献之，怎么找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？要不是你闹着分家，我大哥也不会自己去盖小楼。这倒是真的。村里人朴实，兄弟之间情义重。上辈子要不是我拦着，宋建成是打算把2家的房子都改建成小楼的。要是你当初养我爹，我也不至于拖一腚饥荒。这倒未必，上辈子他也养过公公，还不是过得一地鸡毛，种下什么因，结什么果，什么都不干，光想着坐享其成。哪有这等好事？宋建华下手太狠，打得王献之全身没一处是好的。饶是这样，王献之也没有怀疑过宋建华的本性有没有问题。他偏执地以为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养猪没有成功。王献之拼命地摇晃婆婆，企图唤醒她上一世的记忆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妈，是不是有什么喂养的方法你忘了？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这么喂的呀。对，我是死过一回才有上一世的记忆。妈，你去死就会记起来了。王献之魔怔般地拿着婆婆的脑袋往水缸里按，求生的欲望太过强烈。婆婆死死把着缸沿。妈，你信我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有上辈子的记忆。我们好好养猪，一定会富过刘美淑的。就在婆婆的手渐渐无力的时候，公公带着公社书记踢开了王献之家的大门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一直在屋里装死的宋建华终于有了反应，假模假式地推开了王献之。婆婆劫后余生，死死抱紧公公的大腿。婆婆的生死对宋建华来说无妨大碍，但是在公社书记面前，她得保持一个基本为人子的体面。毒妇，你居然要淹死我妈！建华，你信我，婆婆不会死的。我也是这样才会有了上一世的记忆，你信我呀！王献之扒紧宋建华的裤腿，声泪俱下。公社书记问公公这是怎么办？公公沉默。婆婆冲上来，强烈地要求儿子离婚，她要害死我呀！建华，你老婆要淹死我，你还要留着她吗？但凡婆婆想一想宋建华在公社书记来之前的无动于衷，就会知道他儿子的凉薄与不可依靠。这人看自己孩子都是带着滤镜的，婆婆还指望儿子给她撑腰呢。宋建华也没有让她失望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这婚到底没有离成，因为王献之他妈说王献之是脑子坏掉了。现在离婚，宋建华就是落井下石的小人。他妈这算退而求其次，一个有疯病的女儿胜过一个劳改犯的女儿。宋建成跟我商量他妈怎么办，顶多管你妈吃饭，其余不能有了。宋建成愉快地接受了。宋建华被迫又去搬砖了，把王献之自己锁在屋子里，不去落井下石一下，不是白白重活了吗？王献之一头乱发，像个雨淋过的草垛，眼眶深陷，眼角耷拉，毫无生气。看到婆婆把我的猪都养死了，你很得意吧？你就那么笃定的以为会养猪的是婆婆吗？有没有可能她只是会喂养而已？王献之眨着眼睛，不明白其中的深意。你什么意思？上辈子我能养猪成功，确实多亏了婆婆帮我喂养。可是就指望婆婆每年养的年猪那点所谓的经验，就想要照顾好下崽的母猪，实在是牵强了。大冬天，我怕冻着即将下崽的母猪，就把它们带回家里，把灶里烧得旺旺的，味道是很恶心。可是想到下来的小猪崽，我忍下来。再后来盖了猪圈，我几乎住里面，
时刻关注它们的状态。婆婆说老母猪吃多了都是浪费，可我不这么觉得，哪怕吃1斤长1两，也会让猪仔多1分强壮。经常，我偷偷舀几瓢粮食扔食槽里，再把粮食袋子上面抹平，让人看不出来被动过。这些王献之都不知道，她嫌弃我身上的猪屎味，从来不跟我打照面。婆婆一直夸耀，要不是她养了这么多年猪，经验足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富起来。我从来没有反驳过，婆婆帮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辛劳。没想到她的盲目自信却毁掉了王献之得来不易的另一段人生。眼下，我的鸭场已经进入正轨，而她已经欠下一屁股债。我想现在让她知道我也是重生的事，应该是一个好时机。弟妹，你说你吃饺子的时候，但凡给公公留几个，会不会他也不能那么折腾你？王献之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。人生的境遇各有不同，外面的有钱人那么多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非要拿我当敌人，为什么你一定要跟我比呢？大家各凭本事吃饭。我和宋建华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夸你是过日子好手，我却不这么觉得。正经女人怎么会去关怀小叔子？我进门第1天你就撺掇宋建华听你的，依我看你就是惺惺作态的真小人。原来宋建华还记得我对他的好，只是他没有促进大家庭的和睦，反而让他老婆记恨上了我。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脑子转了好多圈，也不知道王献之说的撺掇宋建华听我的是指什么。我什么时候让宋建华听我的了？你让我踩宋建华的鞋，我不踩，你就让宋建华把我的脚抬起来。我记起来了，这里流传下来一种陋习，说是结婚的时候，新娘子踩一下新郎的鞋，就容易把男方的坏习惯改掉。当时王献之不同意，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，就扯了一下宋建华袖子。宋建华抬起他的脚，把自己的脚垫下去，如此小事却被他记在了心里，还恨上了我。我跟他解释清楚其中缘由，有些事是不是真的不重要，他要不要相信才是最重要的。王献之捂着耳朵，崩溃地大喊：我不信，我不信你会有这么好心。不想看着他发疯，我转身要走。应该说是小叔子单方面的嘶吼，也为什么？因为婆婆舍不得给他们喂粮食，因为你们没有在他们身上付出心血，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让他追悔莫及。因为被你赶出门的那个臭乞丐最懂家禽。王献之眼神黯淡下去，眼神空洞。人这一辈子凡事都得掂量自己的能力。如果当初王献之没有闹着分家，我们还是相亲相爱一家人。如果他没有一次一次的举债抓猪仔，或许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偏偏他喜欢剑走偏锋，孤注一掷。要是你不闹着分家，我们完全可以一起养殖，走向致富路的。不会的，我疑惑，你不会带着我致富的，杀身之恨，你不会原谅的。也对哦，我说的是前生。